轰空间，一股巨大的吸力就从白小纯四周那虚幻的城池投影中散出。白小纯眉头紧皱，他实在不想与红尘女纠缠，此刻大喝：“周子墨，你到底要干什么？还真以为我白小纯怕你不成？”白小纯吼声中，身体猛地一晃，在那红尘子墨的吸力下，他全身不断的膨胀起来，无数石头从八方飞来，刹那就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石人，正是人山诀。大手一挥，身体一冲，白小纯肉身之力全部爆发，不死骨大圆满的极致肉身超越了元婴，堪称是天人之身。此刻撞击之下，天地轰鸣，那红尘子墨的虚影也都颤抖，竟被白小纯一步之下，生生凭着肉身冲出了投影的范围，走出了封印的区域。白小纯，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周子墨大声开口，身体却没有丝毫停顿，掐诀间喷出一口鲜血，其鲜血瞬间就化作了10根血色的长矛，呼啸间如同10道血丝直奔白小纯交错而过，似要绞杀。眼看危机，白小纯无奈叹息，双手猛地抬起，向着四周蓦然一挥，轰鸣间，组成他石身的所有石块全部自行爆开，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时，直接就与那来临的10根血色长矛碰触，巨响滔天中，这10根长矛也都倒卷。而白小纯的身体也在石身散开中化作一道闪电，不是逃遁，而是直奔红尘女，右手随之抬起，在临近的刹那，一拳轰出。能不能别闹了？一拳落下，白小纯的声音也随之回荡。轰鸣间，红尘女全身震动，倒退数步，抬头时，她目中更为复杂。白小纯的成长让她这里也心神震动。要知道，方才她虽没有全力出手，可显然白小纯那里也是如此。此刻复杂中，她不知想起了什么，凤目慢慢带煞，向着白小纯冰冷开口：“我没有闹，你我之间有婚约，这是我父王定下的，你可以一走了之，可我能怎么办？我父王又怎么办？你呢？一句话没有，连见我都不敢。白小纯，你是不是个男人？”白小纯更头痛了，赶紧解释：“子墨，你听我说，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道侣。至于我巨鬼老哥那边，这是误会啊，他老人家一定会理解我的。我也不是不见你啊，我是着急回家啊。还有，我真的是个男人。”白小纯苦笑，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红尘女那边胸口起伏中，好似爆发了。白小纯，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糊涂啊？如今的葵皇朝都以为你那弟子明皇白皓才是我的道侣，都在传我是明后，面对无数人的目光，你让我怎么办？嫁给你的弟子吗？红尘女彻底爆了，声音极大，传遍四周。远处的宋缺此刻看到白小纯与红尘女的一战，内心很是震动。他之前哪怕心中已经知晓白小纯很强，可如今亲眼看到，还是极为震撼。而如今又听到了红尘女的话语，宋缺面色古怪，内心却是兴奋。白小纯啊，白小纯，你也有今天！宋缺振奋中，索性不远去了，而是站在那里仔细去看着热闹。白小纯也傻眼了，红尘女说的问题，他的确在这之前没考虑到，此刻一听，从心底都觉得红尘女说的有道理，顿时就尴尬起来。子墨，我白小纯张开口，刚要说什么，红尘女那里袖子一甩，咬牙冷声传出话语：“今天你要么留下，我周子墨可以嫁给你；要么白小纯，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白小纯理亏，更是尴尬，闻言连忙安抚：“子墨，你别激动，我发誓我会回来的，真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白小纯生怕周子墨不信，话语间还拍着胸口发出砰砰的声音。可他的言辞以及动作或许过于浮夸了一些，红尘女一眼就看出白小纯这明显是在敷衍，内心的恼怒在这一瞬再也无法控制。白小纯，红尘女咬牙，身体一晃，直奔白小纯而去。这一次是全力出手，瞬间轰鸣之声滔天而起，天人之意弥漫四方，看得宋缺也都吸气，不断后退。白小纯惨叫一声，赶紧后退。若是换了之前，他一定会反击，可眼下他理亏心虚，实在没办法去反击，只能闪躲，口中不断的解释：“子墨，你听我说，我会回来啊，真的，你相信我。”第853集，千万不要捏碎啊！任凭白小纯如何解释，也都于事无补。红尘女根本就不信，在他的出手与白小纯的闪躲下，二人渐渐越站越远，很快的就到了山脉上。宋缺远远看去，心惊肉跳的同时，也振奋无比，暗中高兴，觉得能看到这白小纯如此一幕，自己心头的那口憋屈的气也都疏散了不少。他虽有心靠近继续看热闹，可红尘女此刻发飙之下，天人之意弥漫，宋缺心知自己的修为若是靠近了，实在危险，于是迟疑后，只能遗憾地留在原地，看着白小纯与红尘女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山脉上，去了另一边。山脉的另一边是一片茂盛的丛林，轰鸣之声滔天中，白小纯狼狈的后退，闪躲四周一道道穿梭而过的红芒。那任何一道红芒都可以对寻常的元婴大圆满造成惊人的重创，可在白小纯这里，在他那强悍的肉身之力下，虽也被数道轰击，但却没什么大碍，
只不过衣服却是残破了不少，整个人看起来很是狼狈。子墨，你别这样！白小纯焦急开口时，红尘女眼看拿白小纯没什么办法，冷哼中银牙一咬，喷出法血，顿时这四周的血毛暴增数倍，呼啸间直奔白小纯。血毛太多，交错而过，形成血网。就算是白小纯有惊人的速度，也都越发狼狈。很快的，就在白小纯这里危机压过了心虚，也恼火生气时，忽然的，随着红尘女的双手掐诀，白小纯四周的大量血毛速度猛地爆发，轰轰间直奔白小纯呼啸而去。白小纯也怒了，猛地右手抬起，直接一拳落下，轰在前方，形成风暴与那些血毛碰触，巨响滔天中，血毛崩溃了大半，可依旧还是有一部分穿透而过，直接就轰在了白小纯的身上。白小纯全身一震，倒退几步，伤势不重，可他的面色却是一变，实在是他的肉身虽强悍，可衣服却做不到这一点。在那轰击下，衣服破损极为严重的同时，他的储物袋更是被数道血毛直接穿透。轰的一声，他储物袋就崩溃开来，其内的无数物品就这样的散落开来，零零散散，从天而降。里面有多色火，有无数魂塔、放置魂药的盒子，还有各种丹瓶、丹炉、丹药、令牌，乃至大量的法宝之物，数量之多，足有上万件。周子墨，你过了！白小纯顿时大怒，大袖一甩，立刻收取储物袋内散出的物品。他是真的怒了。红尘女也呼吸一滞，知道自己有些过火了，可她面皮薄，听到白小纯这么凶自己，她又想到这段时间自己的苦涩，于是一咬牙：“这些破烂，你很看重？”他冷哼中，竟衣袖一甩，将远处那些散乱的物品大都挥开，使得白小纯无法全部收取，更有一些脆弱的丹药直接就被爆开。你我的丹药！白小纯咬牙切齿，内心怒意腾然，声音也都带着咆哮。而红尘女眼看白小纯如此，更加变本加厉，更是随意的一抓，顿时就将散落在他面前的一枚红色的丹药抓在了手中，目光一扫，因没有丹道造诣，也就没看出这是什么丹药。可就在红尘女抓住这枚丹药的刹那，白小纯那里却是看得清清楚楚，他猛地就睁大了眼，倒吸口气，脑海瞬间嗡鸣滔天。此刻来不及去心痛那些被毁去的丹药，声音都变了音调，带着颤音赶紧开口：“子墨，你千万小心，那枚丹药别弄碎了啊，不然就真的出大事了。”白小纯都快哭了，那枚被红尘女拿在手中的丹药正是发情丹。这发情丹，白小纯在蛮荒中用过多次，如今剩余的也都不多了，此刻被红尘女拿在手中的就是其中之一。而此丹很脆弱，一旦被捏碎爆开，就会化作红雾。这雾气内的所有存在，他们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此事白小纯可是心知肚明，尤其是想到自己在牢狱内的实验，几乎没有几个能抵抗后，白小纯心肝都哆嗦了。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又看到白小纯那焦急的表情，红尘女愣了一下，低头目光一扫，看向自己手中那似很不起眼的丹药。就在红尘女低头看去的刹那，白小纯焦急中抓住机会，立刻眉心出现第三目，施展了通天法眼，利用法眼之力去将红尘女的身体操控。在红尘女身体猛地一震的瞬间，白小纯没有半点犹豫，直接就展开身体极致的速度，甚至修为也都全面运转，瞬移加上肉身的爆发，使得他刹那间就出现在了红尘女的面前，右手抬起，猛地一把抓向发情丹。此刻种种神通都在瞬间施展，轰鸣间，白小纯的右手眼看就要抓住丹药，可就在这时，红尘女猛地目光一闪，竟提前的挣脱了白小纯的通天法眼。眼看白小纯要来抢夺丹药，红尘女猛地收手，刹那间，她的右手就与白小纯的右手碰到了一起。不，白小纯想要收手已经晚了，他悲呼中，轰的一声，二人的碰触掀起了惊人的冲击。在白小纯瞪大了眼睛，脑海嗡鸣中，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枚发情丹在这冲击下，砰的一声直接碎开。完了！白小纯哀嚎中后退，可哪怕他退后的再快，此刻也都面色潮红了。脚步迟缓中，眼看着那熟悉的红雾，刹那间就扩散开来，直接就将自己与红尘女笼罩在内。白小纯顿时悲愤，可无论如何尖叫，也都遮掩不住。他慢慢粗重的呼吸，红尘女面色变化。他不知道这丹药是什么，想要不去呼吸，可这雾气诡异，竟只要是碰触了皮肤，就可自行融入。而他的右手又是丹药爆开的核心区域，几乎是瞬间，红尘女的面色就出现了红润。他呼吸急促，睁大了眼，露出惊恐的同时，也猛然间想到了白小纯在长城上的一幕幕。这是什么丹药？红尘女尖叫一声，身体急速后退。可在这后退时，她的身体也都颤抖起来。实在是方才她距离丹药爆开的地方太近了，几乎一半的雾气都顺着她的右手融入体内。踉跄中，那片红雾在冲击下翻滚间，一瞬就追了上来，将她的身影再次笼罩。这一刻，红尘女的脑海轰的一声，体内的火热再也控制不住，全面爆发了。雾气内，白小纯呼吸粗重，可却依旧在挣扎压制。她原本储物袋内
还有一些丹药，不说能化解发情丹，可也能中和一下。只是如今储物袋爆开，他短时间找不到丹药。此刻焦急中，他知道要出大事了，于是赶紧飞出，想要离开这片雾气的范围，寻找中和丹药。只是发情丹的药力太猛，白小纯也都头晕无比，体内火热不断爆发，他只能凭着意志去勉强抵抗。可就在他半个身子都出了雾气，甚至看到了远处的草丛内的一枚中和的丹药，忽然的从他身后的雾气内猛然间就伸出了一只原本洁白如玉，可如今在那火热下也都潮红的小手，一把就抓住了白小纯的衣服，在白小纯惨叫中猛地就被拽回到了雾气里。不啊，你不要撕我的衣服，我还是第一次，你温柔点啊！好痛！雾气内不断的回荡白小纯凄惨的叫声，那叫声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无法想象此刻的白小纯正在承受什么样的狂风暴雨。嗨嗨，这张不求票，觉得对不起自己啊！求推荐票，求月票。第854集，那是神算子。时间流逝，这片红色的雾气存在了约莫数个时辰，才慢慢消散。第一个走出来的是红尘女，她面色红润，可却皱着秀眉，似随着走出，身体很是不适，而目中更有复杂。回头看了看身后正在稀薄的雾气，狠狠的一跺脚，似牵扯到了疼痛。他轻轻嘶了一声，带着恼羞，蓦然飞出，化作长虹，消失在了天边。直至红尘女走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这片雾气才完全散去，露出了里面一片狼藉的地面。在一棵大树下，白小纯呆呆地坐在那里，双眼无神地望着天空，面皮不断地抽动。太粗暴了！白小纯欲哭无泪，半晌后才从四周捡起一件衣服穿上。他站在那里，一脸悲愤。他一定是故意的，难道我这么诱人，居然都让他兽性大发，以至于故意用发情丹来推倒我？白小纯想到这里，心中悲催的同时，也有一些得意，尤其是脑海里浮现出方才的旖旎一幕，更是让他心跳不由得加速了几下。罢了罢了，这件事也算是给了周子墨一个交代。白小纯长叹一声，在这四周的丛林内，将之前散落的所有物品都收了起来，重新拿出一个储物袋放入后，又换了一套衣服，这才离开了丛林。发情丹实在是太损了，白小纯第一次觉得自己当年就不该创造出发情丹。这丹药他以往都是给别人用，如今却被自己吸收了。想起之前的可怕，想起那意志的挣扎，他就万分的佩服周一星了。还是一星厉害啊！当年我给他吃了那么多，他在面对那头凶兽时竟都忍住了。白小纯感慨中飞出了丛林，不多时就找到了宋缺。宋缺始终没敢靠近山脉，留在原地等待。此刻看到白小纯出现，尤其是看到白小纯那满脸红润可却似无奈的样子，他心底有些诧异。可宋缺也没去多问，猜出必定与红尘女有关。在他看来，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能让白小纯如此表情，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就这样，白小纯与宋缺飞过了这片山脉，向着生命禁区所在之地越来越近。时光飞逝，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因越来越偏僻，所以他们一路上遇到的魂修不多，就算是有，一看到白小纯与宋缺身上的修为波动，就连忙避让。而在大地上的一处土著部落，也都有不少。在看到白小纯与宋缺于天空飞过的身影时，一个个都赶紧膜拜起来。越是靠近蛮荒边缘，这里的土著部落就越发的原始，甚至宋缺都看到了好几个部落，居然都是母系部族，里面的女子一个个高大威武，样子狰狞，甚至有不少身体都是庞大无比。这样的野蛮与原始，宋缺还是首次看到，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而这些部落内的土著也都在注意到白小纯与宋缺后，如看神灵，敬畏无比。除此之外，宋缺好几次都发现白小纯那里时常一个人发呆，时常目中似还有些回味的样子。他心中实在是好奇，不知道白小纯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明明是两个人打着远去的，可回来的却只有白小纯一个人。难道他把红尘女杀了？宋缺想到这里也都吓了一跳，但却不敢多问，只能暗中打定主意，一旦不妙就立刻逃遁。就这样，在宋缺这里警惕，白小纯这里古怪中，他们在这天空上不断的靠近生命禁区，直至距离生命禁区约莫还有3、5日的路程时，忽然的，白小纯脚步一顿，原本有些恍惚的神色，此刻也都露出诧异，看向在远处一座山峰下方区域中存在的一处土著部落。这是一个小型的母系部落，在部族中，女性占据主导，无论是战斗又或者是生存，都是如此。男性在部落内处于弱势，似只有繁衍这一个作用。而在这个小部落内，土著不多，只有近百，其中90%都是女性土著，只有很少的个男性土著。每一个虽都很消瘦，可身体的骨骼却很大，只不过一个个都是有气无力，懒散地坐在部落里，彼此之间时而交谈几句。在他们的不远处有一片草堆，在那草堆上也坐着一个男子。这男子明显不是土著，仿佛是个魂修，只不过身上扎着草裙，瘦弱无比，如皮包骨一般，身体更是脏兮兮的，满是凄惨狼狈。此刻正躺在那里，无神的双眼呆呆地看着天空，似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白小纯的目光
在远处遥遥的看到这个男子时，愣了一下。雀儿，你有没有感受到那里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啊？白小纯惊奇道。宋缺闻言一愣，站在半空，神识一扫后，眼睛猛地睁大。神算子！宋缺道吸口气，一脸无法置信。要知道，白小纯通过白皓也在寻找当年散落在蛮荒的修士，只不过蛮荒的修士存在了很多。白皓虽是明皇，可毕竟如今刚刚继位，还没有完整的掌控冥河之力，且又没有特定的目标，于是这寻找也就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真的是神算子！白小纯顿时乐了，身体一晃，直奔那处部落飞去。宋缺也赶紧跟随在后。很快的，二人就到了这处部落的半空中。他们的出现立刻就引起了这部落内那些土著的惊慌，纷纷从地面爬起，向着天空膜拜。更有不少高大粗壮、奇丑无比的女土著也都纷纷跑出，如看神灵一般，冲着天空上的白小纯与宋缺跪拜下来。这一处部落很有意思，白小纯立刻就看出，里面明显是部落头领的一个女土著，其身体散出的波动已堪比结丹。至于神算子，原本呆滞的双眼，此刻在看到白小纯与宋缺后，明显愣了，身体慢慢颤抖，眼睛缓缓睁大，似觉得自己看错了，无法置信中觉得如做梦一般，还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当他确定自己所看的正是白小纯与宋缺后，神算子猛地就跳了起来。宋缺，白小纯！神算子声音都发颤了，整个人激动到无法自抑，眼泪都流了下来，恍惚中发出大吼，声音都嘶哑了：“救我！救我！”他的吼声让四周那些部落土著都愣了一下，白小纯也很是惊喜，右手猛地抬起虚空一抓，立刻神算子的身体就升空而来。对于白小纯的出手，这部落内的所有土著都颤抖中更为敬畏，不敢阻挡丝毫。你们终于来了，我都要疯了！天啊，这是真的吗？我给自己算过，一定会有人来救我，我等了你们几十年啊，我以为再也等不到你们了。神算子激动的眼泪更多，哆嗦中话语都颠三倒四的了。近距离去看，神算子的身体削瘦的恐怖，肋骨都清晰可见，样子更是狼狈到了极致。眼看神算子那明显处于激动与恍惚中的样子，白小纯也都被对方的凄惨震动。一旁的宋缺，他与神算子当年都是血系宗的弟子，此刻面色阴沉，猛地看向下方的土著部落，正要出手，可却被神算子赶紧阻挡。放了他们吧，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的血脉啊！神算子欲哭无泪，他当年被传送到了蛮荒后，重伤之下修为跌落到了凝气的境界，被这个母系部落抓到后，被那魏头领下了禁制，使得其修为无法恢复。因是修士，所以被这个部落看中，当成了播种奴。这些年来，他不断的播种，如被掏空一般，他已经绝望了。尤其是那些女土著野蛮还奇丑无比，又很是粗暴，而那些男性土著对他又充满嫉妒，使得神算子都要崩溃了。若非他算出一定有人在未来救自己，甚至都想到了自杀。直至今天，他终于等到了白小纯与宋缺，且很明显的，二人都混得比自己好了太多太多，这就让神算子眼泪更多了。听到了神算子的诉说，宋缺张大了嘴巴，看向神算子时满是同情，白小纯更是睁大了眼。他忽然觉得与神算子比较，自己那点事算什么呀？若论被强推，这神算子才是天下无敌。哼哼子，我懂你。白小纯长叹一声，同情地看着神算子，拍了拍他削瘦的肩膀。本卷结束，下一卷最强天人第855集三人行。看到了凄惨的神算子，白小纯满是同情，内心不由得将红尘女与这母系部落的那些女土著进行了比较。这么一比，白小纯顿时觉得自己很幸福。不过表面上他自然不会表露，只是看向神算子的目光里同情更多了。就这样，他与宋缺将神算子从这个部落内带走了，离开了那个母系部落。有白小纯的丹药，神算子身上的禁制以及伤势都在慢慢的恢复中，他的面色也都不再是如曾经般的苍白，而是出现了一些血色。最重要的是，他心情充满了激动与劫后余生的喜悦，整个人如同新生一般，心情无比的美好。他觉得天空是那么的蔚蓝，阳光是那么的明媚，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只是这种情绪只是存在了一个时辰，在三人离开了那处母系部落不久，白小纯在他的身边总是不断的开口：“神算子啊，你混得也太惨了呀！哎，在你之前我还以为缺儿最惨，没想到是你。”白小纯的感慨让一旁的宋缺内心冷哼，他算是看出来了，这白小纯显然是准备在神算子那里显摆。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实在是白小纯等了一个时辰，也不见神算子来问自己在这蛮荒中混得如何，这就让白小纯心底不高兴了。那种锦衣夜行的感觉让他心头如小猫在抓，很期待神算子能问问自己。神算子神色古怪，虽有些年头没见白小纯，可他对于白小纯的了解还是很多，尤其是白小纯与宋缺的修为，他之前还没仔细去观察，眼下看到后，内心已经震动，此刻一眼就看出了白小纯的想法。他不由得想到了当初在星空道集宗以及长城的一幕幕，暗自下定决心绝不开口去问，于是岔开话题：“先不说这个，
我伤势没痊愈，等我修炼一下。神算子打了个哈哈，索性在这前行中凝神运转修为。白小纯有些无奈，他觉得这个神算子太不讲义气了，自己只不过是想要显摆一下而已，就不能配合一下？此刻他无限的想念徐宝才，琢磨着要是徐宝才在这里，一定会配合自己的。眼看白小纯没有得偿所愿，宋缺心底就舒服了不少。就这样，在白小纯的郁闷中，三人距离生命禁区越来越近。终于，在距离生命禁区只剩下1天路程时，神算子眼看白小纯似没有机会去炫耀，忍不住问了一句：“那个，我们这是要去哪啊？”他这句话一问，宋缺内心咯噔一声，正要传音时，白小纯眼睛一亮，猛地跳了出来，振奋的大声开口：“咱们这是要去生命禁区，通过那里回逆河宗。生命禁区你知道吧？那里危险无比，别说是元婴了，就算是天人也都不敢踏入半步啊！”生命禁区，神算子猛地睁大了眼。这生命禁区他也听说过，知道白小纯说的不假，甚至也不夸张。按照他的了解，那生命禁区内，哪怕半神也都要止步，那是一切生命的进入之地。我们还是走长城吧。神算子咽了口唾沫，他曾经只算出自己是被人救走，可却没算出救走之后的生死。经历了劫后余生，他对于小命看得极重，此刻赶紧开口。一旁的宋缺闻言长叹一声，他明白，此刻谁也无法去阻挡白小纯的炫耀与显摆了。果然如他所料，神算子话语说出的瞬间，白小纯眼睛就亮了。哼，神算子，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来来来，我告诉你啊！白小纯得意的一拍储物袋，立刻手中就出现了一枚令牌。神算子一愣，看着那枚令牌，隐隐感觉自己似乎给了白小纯机会。看到了吗？有这枚令牌，我们就可以顺畅无比的通过生命禁区了。白小纯说着，上去一把搂住神算子，眉飞色舞的开起口来。你一定有疑问，想要知道这令牌是什么，又是我从何处得到？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不过我们有时间，我详细和你说说啊。这要从当年我被传送到这蛮荒的第一天开始说起了。1天的时间很快流逝，白小纯的故事也说了整整大半天的时间，他说的很是详细，尤其是对于自身的地位以及身份，更是得意的道出。开始的时候，神算子还心底叹息，可很快的，当他听说白小纯居然绑架了半神巨鬼王后，神算子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不断的吸气。但不多时，他就知道与绑架了巨鬼王比较，白小纯之后所做的事情才是惊天动地。你说你绑架了蛮荒所有的天骄，巨鬼王把红尘女婿配给你，你说你成为了魁皇朝的监察使，抄家无数，你帮大天师推动了重恩令，你是地品巅峰炼魂师，你天啊，你没开玩笑吧？你的弟子是明皇？神算子脑海彻底轰鸣，他呼吸急促，一脸无法置信，更是骇然的张着大嘴，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白小纯说的这些事情，他觉得如天方夜谭一般，根本就无法去相信。白小纯干咳一声，注意到神算子的目光后，他内心极为舒坦，觉得自己在这离开蛮荒前，总算是没有遗憾了。享受着神算子的瞩目，白小纯也难得的谦虚了一下，还可以吧？实际上，我只是用了一小部分力气罢了。白小纯小袖一甩，抬着下巴，淡然开口：“你们也知道，任何事情，我白小纯甩袖间必将灰飞烟灭，这又不是第一次了。”神算子只觉得天雷不断的在耳边轰鸣，他原本是不相信的，可偏偏一旁的宋缺始终都是面色难看，一言不发。这一切就让神算子内心狂震，掀起滔天大浪。可那无法置信的感觉依旧强烈无比，尤其是最后一条，白小纯的弟子居然是明皇，这就让神算子内心颤抖的同时，更有无限的悲哀与感慨。他发现了，人比人真的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这白小纯似乎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可以混得风生水起。星空道极宗，他可以拉帮结派，形成一股势力；长城中，他可以凭着战功，直接成为万众瞩目第万夫长。到了这蛮荒，这家伙更是爆发一般，居然成为了明皇的师傅。这种种思绪化作的刺激，让神算子在这后半天里，一路上都是浑浑噩噩，脑海嗡鸣不断，都在回荡白小纯所说的那些事情。这里面任何一件都是惊天动地。就这样，在神算子的昏头昏脑中，三人终于在这一天的黄昏，来到了这通天河东脉与北脉长城之间的生命禁区。那里有一条纵横而过，如同卧龙的山脉，而踏过这条山脉，就算是踏入到了那传说中没有人可以进去的生命禁区。看着那条山脉，白小纯摸了摸储物袋，他相信守灵人没必要欺骗自己，于是一咬牙，直奔山脉飞去。宋缺也深吸口气，实际上若有可能，他也不想走这里，实在是他也知道长城坍塌，天尊布置下的封印，他们无法通过。如果等下去，将不知要等多久。且白小纯似很有信心的样子，宋缺也就咬牙，目中露出果断，跟随而去。神算子此刻的恍惚也慢慢平缓下来，看向白小纯时，内心早已敬畏无比，只觉得这个白小纯就是神人。对于这生命禁区，
他对白小纯的信心要远远超出宋缺，眼下没有半点迟疑，三人刹那间就翻越山脉，踏入生命禁区。第856集，古州歌声。通天世界的生命禁区是如何形成的？此事众说纷纭，可最终也没有一个定论。或许在这天地内，只有那么极少数的几个人才知晓生命禁区到底如何出现，甚至关于生命禁区内到底存在了什么，为何一切生命踏入这里都将死亡，此事也成为了一个谜团。可不管如何，无论是天人又或者是半神，只要踏入生命禁区内，就绝对没有可能回来。此事在岁月中已被证实。就算是对生命禁区有研究之人，又或者好奇此地为何决断一切生命的修士，也只是知晓，在那无人禁区中存在了一片白色的大海。这大海不是水滴，而是骨头。准确说的，那是一片骨海。站在那条山脉的顶端，放眼看去，磅礴的看不到边际的无人禁区内，常年有白色的雾气笼罩。而在那雾气下，地面上如同海水般被一片片白色的骨头铺满。那些骨头太多，有人的，有兽的，累积在一起，根本就感受不到具体多厚，只是能感受出这片骨海中一片寂静的同时，似乎也存在了无尽的怨气。这里没有任何生命，没有任何声音，平静中的死寂让人心颤。也正是因这片骨海，所以对于这生命禁区最多的传说是说，在世界诞生之前曾爆发过一场无法想象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生命禁区内那无边的骨海，四处生命禁区皆是如此。此刻在这东北方向的生命禁区内，多少年来终于出现了3个身影。白小纯胆颤心惊，心神紧张，踩着脚下的无尽骨头，甚至每一步落下都可以听到咔咔的声音。在这寂静的生命禁区内，这声音清脆回荡四方。哪怕是对守灵人有信心，可这一刻白小纯还是恐惧了。他死死地抓着手中的令牌，宋缺与神算子也都心底颤抖，紧紧跟随在白小纯身后。好在这令牌在白小纯3人踏入生命禁区的瞬间，就如同烛火一般散出微弱的光芒。这光芒覆盖了4周10丈范围，将3人笼罩在内的同时，也使得4周的雾气缓缓到来碰触后立刻就消散了。这才让3人心中松了口气，一路在那咔嚓咔嚓声中不断的前行。初来乍到，他们也不敢尝试能否飞行，此刻都打起精神，观察4周的同时快速疾驰。远远看去，满是迷雾的生命禁区内，白小纯3人4周的10丈范围仿佛成为了黑夜中唯一的灯火，很是明显。白小纯面色发白，他这一路脚底下不知道踩碎了多少的骨头。好在这生命禁区内似乎真的没有任何生命存在。就这样过去了3天。这3天的时间，他们虽没有飞行，可脚步也是极快，一路走过。宋缺似乎也都习惯了踩碎骨头的声音，也习惯了4周的压抑，神色慢慢从容。神算子也好了一些，唯独白小纯这里，他的警惕极高。眼看白小纯依旧紧张，宋缺内心不屑的冷哼，胆子似乎更大了，迈着大步，甚至故意踩出更大的声音，让白小纯这里好几次都不满。宋缺，你小点声。神算子也觉得宋缺有些过了，赶紧提醒。宋缺哼了一声，正要开口反驳，可就在这时，突然的，始终警惕八方的白小纯惊呼一声：“你们听到了吗？”他话语一出，宋缺脚步一顿，神算子也停住脚步，2人立刻凝神聆听。刚开始他们还什么都没听到，可很快的，2人就面色一变。他们听到了，在这无人禁区内，居然从远处如飘摇一般传来了歌声。那是一个女子的歌声，只是4距离太远，听不清歌词，但这歌声的出现依旧是让白小纯这里面色瞬间苍白。不对啊，公孙婉莫非逃到了这里？白小纯立刻就想到了公孙婉，可很快的，他就隐隐从那歌声里听出了似不像是公孙婉的声音。宋缺与神算子也都骤然紧张起来，不断的四下打量，寻找歌声的来源时，忽然的，神算子眼睛睁大，一指前方，在那里。随着他的开口，白小纯与宋缺也猛地看去，立刻就看到在远处的雾气内竟有无数的骸骨。那些骸骨不是躺在地面上，而是站立。最先出现在白小纯3人目中的是足有上万的如常人般大小的骸骨，他们都弯着腰，在肩膀上都有一条黑色的绳索，竟是在如纤夫一般拉动绳索。更惊人的是，在那上万骸骨出现后，于他们的后方竟陆续的出现了上千个身体庞大，足有100丈之高的巨大骸骨。这些骸骨一样是肩膀都有绳索，也在拉扯。这还没有结束，在这上千巨人骸骨的后方，竟还有上百尊身体近1000丈的巨大的凶兽骸骨。这些凶兽各自不同，有的如狮，有的如虎，甚至白小纯还看到了3条古龙。这一幕幕顿时就让3人内心轰鸣，而紧接着出现在他们目中的，则是在那3条古龙后方一艘足以数万丈大小的惊天动地的巨大战舟。这战舟极其高大，通体漆黑，虽破损不堪，甚至就连旗帜也都残缺，可依旧还是能看出这战舟的惊人气势。可偏偏任凭他们如何拉动绳索，任凭他们如何前行，
这战舟摩擦地面骨海，竟都无声无息，整个生命禁区依旧是死寂，唯独那模糊的歌声似从这战舟内传出。这一幕让白小纯身体都哆嗦了，他在那战舟上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感，此刻急速后退。这里不对劲啊！这生命禁区怎么会有战舟？还是那么多的骸骨在拉动，太可怕了！白小纯面色苍白，赶紧开口：“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我觉得走长城或许是个好主意。”白小纯话语一出，但就在他声音落下的瞬间，突然的，三人眼中远处的战舟竟在眨眼间消失无影。不但是战舟消失，一切拉动战舟的骸骨也都散去，甚至就连歌声也都消失，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白小纯一愣，宋缺与神算子也都惶然，被那战舟的诡异震撼。可眼看战舟消失，最重要的是，宋缺眼看白小纯这里害怕，他忽然自己就不害怕了，不屑地冷哼一声：“生命禁区内本就诡异，出现一艘船，有什么可害怕的？这分明只是此地的幻境而已，不去理会就好。至于你白小纯，莫非是怕了？”白小纯一听这话，眼睛瞪了起来：“我怕鬼？我堂堂准天品炼魂师，最大的鬼都是我的弟子，我会怕鬼？开玩笑！”白小纯袖子一甩，傲然说道。宋缺冷笑一声，没说话，拉住神算子一起向前急速走去。神算子迟疑了一下，看了看宋缺，又看了看白小纯，想要说些什么，可他修为最弱，被宋缺拉着，难以反抗，只能苦笑。或许真的是幻境，白小纯也觉得没面子。他也没想到这战舟看起来诡异，可竟突然消失，于是摸了摸鼻子，琢磨着自己毕竟是宋缺的长辈，既然晚辈都去了，他作为长辈的很有必要去保护一下晚辈的安全。这么的安慰自己后，白小纯叹了口气，也快走几步，让宋缺、神算子两人仍在令牌保护范围之内。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1个月。这1个月里，那战舟再没有出现过。慢慢的，白小纯也都松了口气，三人的速度也都渐渐快了起来。可就在又过去了数日后，这一天黄昏，正在疾驰的三人忽然神色再次一变，他们的耳边又听到了那女子的歌声。这一次，歌声竟比之前清晰了一些，以至于他们隐隐听清楚了那若隐若现的歌词。这歌词诡异，明明听清，可却无法记住，但其大意却是烙印在了白小纯三人的脑海中。那歌词所说，似在描述一个孩子吞了自己母亲手臂的故事。第856集，古舟歌声。通天世界的生命禁区是如何形成的？此事众说纷纭，可最终也没有一个定论。或许在这天地内，只有那么极少数的几个人才知晓生命禁区到底如何出现，甚至关于生命禁区内到底存在了什么，为何一切生命踏入这里都将死亡，此事也成为了一个谜团。可不管如何，无论是天人又或者是半神，只要踏入生命禁区内，就绝对没有可能回来。此事在岁月中已被证实。就算是对生命禁区有研究之人，又或者好奇此地为何决断一切生命的修士，也只是知晓，在那无人禁区中存在了一片白色的大海。这大海不是水滴，而是骨头。准确说的，那是一片骨海。站在那条山脉的顶端，放眼看去，磅礴的看不到边际的无人禁区内，常年有白色的雾气笼罩。而在那雾气下，地面上如同海水般被一片片白色的骨头铺满。那些骨头太多，有人的，有兽的，累积在一起，根本就感受不到具体多厚，只是能感受出这片骨海中一片寂静的同时，似乎也存在了无尽的怨气。这里没有任何生命，没有任何声音，平静中的死寂让人心颤。也正是因这片骨海，所以对于这生命禁区最多的传说是说，在世界诞生之前，曾爆发过一场无法想象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生命禁区内那无边的骨海，四处生命禁区皆是如此。此刻，在这东北方向的生命禁区内，多少年来，终于出现了3个身影。白小纯胆颤心惊，心神紧张，踩着脚下的无尽骨头，甚至每一步落下，都可以听到咔咔的声音。在这寂静的生命禁区内，这声音清脆，回荡四方。哪怕是对守灵人有信心，可这一刻，白小纯还是恐惧了。他死死地抓着手中的令牌，宋缺与神算子也都心底颤抖，紧紧跟随在白小纯身后。好在这令牌在白小纯3人踏入生命禁区的瞬间，就如同烛火一般，散出微弱的光芒。这光芒覆盖了4周10丈范围，将3人笼罩在内的同时，也使得4周的雾气缓缓到来碰触后，立刻就消散了。这才让3人心中松了口气。一路在那咔嚓咔嚓声中不断的前行。初来乍到，他们也不敢尝试能否飞行，此刻都打起精神，观察4周的同时，快速疾驰。远远看去，满是迷雾的生命禁区内，白小纯3人4周的10丈范围，仿佛成为了黑夜中唯一的灯火，很是明显。白小纯面色发白，他这一路脚底下不知道踩碎了多少的骨头。好在这生命禁区内似乎真的没有任何生命存在。就这样过去了3天。这3天的时间，他们虽没有飞行，可脚步也是极快，一路走过，
宋缺似乎也都习惯了踩碎骨头的声音，也习惯了四周的压抑，神色慢慢从容。神算子也好了一些，唯独白小纯这里，他的警惕极高。眼看白小纯依旧紧张，宋缺内心不屑的冷哼，胆子似乎更大了，迈着大步，甚至故意踩出更大的声音，让白小纯这里好几次都不满。宋缺，你小点声。神算子也觉得宋缺有些过了，赶紧提醒。宋缺哼了一声，正要开口反驳，可就在这时，突然的，始终警惕八方的白小纯惊呼一声：“你们听到了吗？”他话语一出，宋缺脚步一顿，神算子也停住脚步，二人立刻凝神聆听。刚开始他们还什么都没听到，可很快的，二人就面色一变，他们听到了，在这无人禁区内，居然从远处如飘摇一般传来了歌声。那是一个女子的歌声，只是四距离太远，听不清歌词，但这歌声的出现，依旧是让白小纯这里面色瞬间苍白。不对啊，公孙婉莫非逃到了这里？白小纯立刻就想到了公孙婉，可很快的，他就隐隐从那歌声里听出了似不像是公孙婉的声音。宋缺与神算子也都骤然紧张起来，不断的四下打量，寻找歌声的来源时，忽然的，神算子眼睛睁大，一指前方，在那里。随着他的开口，白小纯与宋缺也猛地看去，立刻就看到，在远处的雾气内，竟有无数的骸骨。那些骸骨不是躺在地面上，而是站立。最先出现在白小纯三人目中的是足有上万的如常人般大小的骸骨，他们都弯着腰，在肩膀上都有一条黑色的绳索，竟是在如纤夫一般拉动绳索。更惊人的是，在那上万骸骨出现后，于他们的后方，竟陆续的出现了上千个身体庞大、足有100丈之高的巨大骸骨。这些骸骨一样是肩膀都有绳索，也在拉扯。这还没有结束，在这上千巨人骸骨的后方，竟还有上百尊身体近千丈的巨大的凶兽骸骨。这些凶兽各自不同，有的如狮，有的如虎，甚至白小纯还看到了3条古龙。这一幕幕顿时就让三人内心轰鸣，而紧接着出现在他们目中的，则是在那3条古龙后方一艘足以数万丈大小的惊天动地的巨大战舟。这战舟极其高大，通体漆黑，虽破损不堪，甚至就连旗帜也都残缺，可依旧还是能看出这战舟的惊人气势。可偏偏，任凭他们如何拉动绳索，任凭他们如何前行，这战舟摩擦地面骨海，竟都无声无息，整个生命禁区依旧是死寂，唯独那模糊的歌声似从这战舟内传出。这一幕让白小纯身体都哆嗦了，他在那战舟上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感，此刻急速后退。这里不对劲啊，这生命禁区怎么会有战舟，还是那么多的骸骨在拉动，太可怕了。白小纯面色苍白，赶紧开口：“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我觉得走长城或许是个好主意。”白小纯话语一出，但就在他声音落下的瞬间，突然的，三人眼中远处的战舟竟在眨眼间消失无影。不但是战舟消失，一切拉动战舟的骸骨也都散去，甚至就连歌声也都消失，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白小纯一愣，宋缺与神算子也都惶然，被那战舟的诡异震撼。可眼看战舟消失，最重要的是，宋缺眼看白小纯这里害怕，他忽然自己就不害怕了，不屑地冷哼一声：“生命禁区内本就诡异，出现一艘船，有什么可害怕的？这分明只是此地的幻境而已，不去理会就好。至于你白小纯，莫非是怕了？”白小纯一听这话，眼睛瞪了起来：“我怕鬼？我堂堂准天品炼魂师，最大的鬼都是我的弟子，我会怕鬼？开玩笑！”白小纯袖子一甩，傲然说道。宋缺冷笑一声，没说话，拉住神算子一起向前急速走去。神算子迟疑了一下，看了看宋缺，又看了看白小纯，想要说些什么，可他修为最弱，被宋缺拉着，难以反抗，只能苦笑。或许真的是幻境，白小纯也觉得没面子。他也没想到这战舟看起来诡异，可竟突然消失，于是摸了摸鼻子，琢磨着自己毕竟是宋缺的长辈，既然晚辈都去了，他作为长辈的很有必要去保护一下晚辈的安全。这么的安慰自己后，白小纯叹了口气，也快走几步，让宋缺、神算子两人仍在令牌保护范围之内。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1个月。这1个月里，那战舟再没有出现过。慢慢的，白小纯也都松了口气，三人的速度也都渐渐快了起来。可就在又过去了数日后，这一天黄昏，正在疾驰的三人忽然神色再次一变，他们的耳边又听到了那女子的歌声。这一次，歌声竟比之前清晰了一些，以至于他们隐隐听清楚了那若隐若现的歌词。这歌词诡异，明明听清，可却无法记住，但其大意却是烙印在了白小纯三人的脑海中。那歌词所说，似在描述一个孩子吞了自己母亲手臂的故事。第857集逆河之威。这歌词的大意让白小纯汗毛耸立，就算是宋缺与神算子也都神色变化。与此同时，那上万的骸骨以及磅礴的战舟也再次出现，这一次距离他们三人更近，只有不到500丈的距离，甚至那战舟上的一切都可以被三人看得略微清楚。
可就在三人心神震动时，那歌声再一次消失了，战舟也瞬间没有了踪影。这一次，宋缺不再冷哼，他的面色也苍白了一些。三人相互看了看，都看出了此事的不对劲。要知道，这战舟第一次出现是在距离三人上千丈外消失，而如今第二次出现却只是在500丈外消失。他们不敢去想，如果这战舟能第3次出现，会不会距离三人更近？而显然，顺着原路回去也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单个不说，也很难保证会没有意外出现。同时，按照白小纯来之前所看的地图，这片无人禁区看似无尽，可实际上凭着他们的速度，不到3个月就可走完。眼下，他们已经算是走完了近一半。沉默中，三人相互看了看，宋缺咬牙，蓦然开口：“这舟船间隔了1个月才第2次出现，我们加速前行，争取在舟船到来前离开这鬼地方。”宋缺话语一出，神算子也点了点头。白小纯沉吟少顷，他始终觉得守灵人不会害自己，于是也一咬牙，与宋缺以及神算子三人不再是于地面疾驰，而是腾空而起，化作长虹，加速前行。呼啸间，三人速度都爆发开来，直奔远方。时间流逝，又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那舟船始终没出现，可白小纯的警惕丝毫没有减少，始终留意四方，速度也都全力爆发。神算子速度慢，可在白小纯的拉扯下，一样咬牙坚持。只是就在这半个月过去后，突然的这一天黄昏，正在天空疾驰的三人，他们的耳边第3次的听到了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歌声。这一次歌声更清晰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在几百丈外无声无息间出现的上万骸骨，以及那惊人的战舟。这一次战舟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以至于白小纯都看清楚了战舟的旗杆上赫然有3面旗帜，这3面旗帜都绣着鬼脸，尤其是最中间的一个鬼脸，青面獠牙，似在向着三人狰狞的笑。只是看一眼，白小纯就觉得脑海嗡鸣。宋缺与神算子也面色大变，那战舟在上万骸骨的拉扯下，直奔三人而来，顷刻间距离缩短，300丈、200丈，越来越近，甚至白小纯都看清了那每一个骸骨的样子。看到了这些骸骨一个个都是面无表情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骸骨身上散出的浓郁怨气。这些骸骨有的已经彻底腐烂成为骨头，有的则是腐烂了大半，还有一些似刚刚开始腐烂。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同，似从不同岁月而来，里面有魂修，也有修士。尤其是随着接近，那战舟上的一切也都被白小纯三人清晰目睹。黑色战舟弥漫了一处处裂缝，似千疮百孔，经历了大战一般。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就发生。白小纯三人色变，猛地就要后退，可依旧是在他们要退后的瞬间，突然的歌声消失，舟船消失。只是这一次的消失，战舟那儿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了100丈。这一幕让白小纯心都颤了，宋缺与神算子也都哆嗦着。三人呼吸急促的同时，都升起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这一次半个月就出现了，距离我们更近了。一旦第4次出现，必定就直接撞在我们身上。该死的，这是什么鬼地方？我可不想成为那拉动舟船的骸骨。白小纯，你不是说有令牌在，没危险吗？宋缺与神算子都着急了，白小纯眼睛也红了，他此刻也非常不安。听到宋缺与神算子的话语后，猛地就是大吼一声：“都别说了，宋缺、神算子，你们速度慢，我带着你们飞，一定要在半个月内离开这里。”哪怕白小纯对守灵人有信心，可如今的情况让他的危机感越发强烈。此刻话语间，他双手抬起虚空一抓，立刻就将宋缺与神算子拉到身边，身体一晃，轰然而起，爆发出了他堪比天人的速度，轰轰声中向着远处天空急速飞去。这一飞就是7天。只是哪怕白小纯的速度极快，可依旧还是在那第7天的黄昏里，在那疾驰中，他们三人的耳边又一次的听到了那诡异的歌声。这一次歌声好似就在他们的耳边，如同那女子在他们身边歌唱般，而那上万骸骨拉动的巨大舟船也瞬间就在他们三人100丈外的雾气内猛地就出现了。这一次太近，还没等白小纯三人仔细去看，一股巨大的吸力就猛地从那战舟上爆发出来。与此同时，这战舟前的上万骸骨也都好似爆发一般，速度更快，瞬间就拉动那庞大的战舟。在白小纯三人的惊呼与骇然中，上万骸骨就直接的撞击在了白小纯三人身上。白小纯尖叫一声，眼前猛地一花，不仅仅是他这里如此，宋缺、神算子也都是眼前一花。当三人的目光清晰时，他们全部倒吸口气，骇然的发现自己居然在了那黑色的战舟上。四周雾气翻滚，战舟下上万骸骨不断拉扯战舟前行，而他们三人则是站在了战舟的甲板上，眼睁睁的看着战舟在这生命禁区的雾气内不断的向前移动。就在白小纯三人出现在那磅礴的鬼舟上之时，远在生命禁区外，在那通天河东脉中游区域里的逆河宗，此刻有钟声急骤的回荡起来。随着钟声的传出，逆河宗内的所有修士都内心一沉，一个个心中压抑，呼吸也都粗重。
这些年来，逆河宗在中游区域如履薄冰，实在是宗门内的几位老祖始终都没有人修为能突破元婴，踏入天人这一步实在是太难太难。也正是因这个缘故，中游的星河院、道河院以及集合院这三大宗门渐渐蠢蠢欲动，更是在这些年彼此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多次出现逆河宗修士的伤亡。毕竟当年逆河宗的到来已经影响了三大宗门的利益，更不用说在那传承山上，白小纯的出手更是为逆河宗夺走了大量的资源，使得矛盾加深。尤其是如今这些年三大宗门成长起来的天骄，每一个的脸上都几乎永远的带着一个乌龟的印记，这就使得他们对于逆河宗、对于白小纯的恨已然入骨。而眼下又快要到了下一次传承山的开启，也就使得三大宗门下定决心，甚至已经暗中请示了星空道极宗，获得了默许，于是要发动一场灭宗之战。如今逆河宗的钟声就是通过暗子获得了这个消息后，全宗的备战之声。一方面为了生存，逆河宗不得不派遣使者去星空道极宗求情，毕竟当年的白小纯曾是万夫长，他留下了一些人脉，这些年这些人脉对逆河宗也有照顾，否则的话怕是三大宗门早就按耐不住了。只是白小纯毕竟不在这里了，虽说蛮荒那边有传闻他依旧还活着，可远水解不了近渴，逆河宗全宗危机。而另一方面则是所有老祖都出关，宗门开启大阵，准备去抵抗这决定宗门生死的一战。只是这一战逆河宗无人有把握，实在是他们的对手也将全力出击，那可是三位天人，哪怕只是用最低层次的办法晋升的天人，可对于修士而言那依旧是天人，决定宗门生死的一战，誓死守宗。钟声下，几乎所有逆河宗修士都红着眼发出低吼的同时，在逆河宗内也有一声惊天的咆哮冲天而起。那是一尊身体足有数百丈大小，通体紫色，四脚踏着黑色火焰，似龙似旗，气势滔天，就连元婴大圆满的老祖看到后也要振奋的王兽。铁蛋第858集诡异古州。在逆河宗那里与中游其他三大宗门已经多年摩擦，如今大战已迫在眉睫，很快就要爆发的同时，在这生命禁区内想要通过这里回到逆河宗的白小纯三人也正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怖当中。此刻他们站在那艘庞大的鬼舟的甲板上，纷纷面色变化，急速地看向四周。这鬼舟远看满是伤痕，近看更是如此，甚至在那漆黑的甲板上都出现了很多缝隙，显然是这艘鬼舟曾经历了无法想象的战斗。可就算是伤痕累累，此舟上散发出的惊人的气息依旧是强悍无比，甚至白小纯不知是不是错觉，在他感受里，这鬼舟给他的危机感竟与天尊差不多，甚至似乎还超过了一些，可以说惊心动魄。白小纯心神紧张，目光快速扫过四周后，他猛地一晃，就要跳下这艘鬼舟。宋缺与神算子一样这般打算，可就在三人靠近鬼舟边缘，想要跳出时，却有一道黑色的光幕蓦然间从这四周浮现出来，砰的一声，竟阻挡了三人的身影。哪怕是白小纯如今镇压天人初期，甚至能与天人中期一战的修为，竟也无法穿透这黑色光幕，被猛地弹了回来。白小纯立刻急了，又冲了一次，可依旧还是被阻挡，他顿时就吸了口气。宋缺与神算子更是这样，三人呼吸急促，面色在变的同时，也不得不凝重的再次仔细观察四周。这舟船甲板上很是空旷，看不到太多的建筑，只有一个凸起的船舱，显然是这艘战舟的入口，而其他地方都是残破。或许曾经这艘战舟上存在了不少的建筑，而眼下都已破碎，只能看到那船舱顶部竖着的旗杆上的三面诡异的鬼脸旗帜，以及这船舱前方挂在门口上方的一面古朴的八卦镜。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宋缺面色难看，一晃之下向前走去，在这四周查看起来。神算子则是不断的喘着粗气，他本就身体虚弱，此刻觉得站在鬼舟上后，全身上下透着无尽的冰寒，哆嗦起来。神算子，你赶紧算算，看看怎么离开这艘船啊！白小纯望着船舱入口，他有种感觉，似乎这艘鬼舟有自己的生命，将自己三人挪移过来，就是想要他们顺着入口进去。神算子心中也恐惧无比，此刻闻言连忙从怀里取出一枚铜钱，这是他的算命法宝，平日里很是在意，就算是在那土著部落里，也都不断的播种示好，这才允许他将这铜钱留在身边。此刻他也是着急了，赶紧取出，正要展开术法神通去算，可就在他将铜钱取出的刹那，忽然的，那旗杆上的三面旗帜正中间的青面獠牙的鬼脸猛地摇晃了一下，顿时神算子的右手竟不由自主的一抖，一下子没拿住铜钱，这铜钱居然从他手中掉落，摔在了甲板上时，滚入到了一条裂缝内，掉了进去，消失不见。我的法钱啊，这可是独一无二的法钱，是我的本命法宝，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啊！神算子顿时急了，赶紧看向那裂缝，可这裂缝下漆黑无比，看不清晰，也不知道那法钱掉在了那里。神算子都哭了，
他没想到自己在部落里都熬了过来，保住了铜钱，可如今在这诡异的舟船上，竟将法钱丢了。眼看神算子算个卦，居然都能将铜钱丢了，白小纯也都无奈的郁闷起来，不再指望神算子，而是目光一扫，最终还是落在了那船舱上。内心纠结的同时，宋缺也在四周查看一圈，回来后站在那船舱门口，也在皱眉思索。至于神算子，此刻哭丧着脸，内心懊悔无比，可却不敢去埋怨白小纯，只能带着心痛抬起头，目光落在那船舱上的同时，他忽然眼睛猛地一亮。他盯着那船舱上镶着的八卦镜，这镜子昏暗，已经照不出身影，模糊中给人一种很阴森的感觉。可在神算子看去，这镜子却非同凡响，这是个宝物啊！神算子呼吸一凝，他擅长算卦，对于这镜子有种直觉，隐隐觉得此物适合自己，尤其是如今铜钱丢了，他本就郁闷，眼下猛地上前，直接就一把将那八卦镜给拿了下来。等一等，白小纯也没想到神算子居然这么大胆，刚要去阻止，可却晚了，神算子已经将那八卦镜拿在了手中。白小纯只觉得脑海嗡的一声，危机感一下子就爆发了，内心郁闷的同时，警惕也到了极致，就连宋缺也一样被神算子的大胆举动吓了一跳。神算子，你干什么？说着，宋缺赶紧修为运转，可这舟船却没有半点变化，四周一切如常，舟船外的上万骸骨还在拉扯，这舟船也在快速前行。眼看无碍，白小纯也松了口气，看向神算子时，他觉得头都大了。此刻的神算子也知道自己鲁莽了，有些心虚，可却死死地抓住那八卦镜，更是快速地放入储物袋内。我的法钱掉船缝里了，我拿他一个铜镜，就当是交换了。神算子赶紧说了一句。白小纯揉了揉眉心，很是头痛。宋缺也瞪了神算子一眼，皱着眉头，收回目光后看向那船舱，目中慢慢露出果断。既然这舟船诡异，把我们挪移上来，不让我们出去，那么就下去看看好了，我倒要看看这里面到底存在了什么。宋缺一咬牙，说完后，他没看白小纯与神算子，而是一步向着那船舱的入口走去。白小纯赶紧高呼一声：“宋缺，你等等！”可宋缺却置若罔闻，头也不回，走了进去，踏入到了船舱中。白小纯立刻就怒了，他觉得这神算子与宋缺竟如此冲动，怎么说自己也是这个三人小队的头领啊，他们竟不听自己的。这两个家伙有毛病啊，一个看到镜子就贪得不要命了，另一个更直接，冲动的去找死。白小纯正着急，一旁的神算子神色迟疑，可想到自己的法钱说不定就掉在了下面，他心痛之下也就狠狠一咬牙，向着船舱走去。宋缺说的有道理，我觉得这舟船对我们没恶意，不然的话估计我们早就死了，下去看看也好。神算子说着，竟也在宋缺进去后一晃之下踏入船舱中，速度极快，消失无影。刹那间，这偌大的甲板上就只剩下了白小纯一个人。而此刻的白小纯面色也慢慢变得难看起来，他急促地喘息着，看着那船舱入口，觉得这入口如同厉鬼的森森大口。不对劲，宋缺不是那么鲁莽的人，神算子也不是，否则的话他们也不能活到现在了。可为何在踏上这舟船后，他们两个的行为如此诡异？白小纯想到这里，顿时后背凉飕飕的，再次看向四周，可这四周一切如常，只有远处的雾气不断的翻滚，一片死寂。纠结一番，白小纯狠狠一咬牙，这舟船不让他们离开，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入船舱内，且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宋缺与神算子跳入火坑，此刻双眼都出现血丝。白小纯大吼一声，从储物袋内取出不少用过了好几次的符文，噼里啪啦的全部贴在身上后，修为运转，肉身之力也都展开，甚至还觉得不放心，竟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些护甲，快速的穿上后，他猛地冲向船舱。就在白小纯的身影也踏入船舱入口的刹那，无人的甲板上，那旗杆上的三面旗帜里，最中间的青面獠牙的旗帜无风自动，缓缓摇晃了几下，使得鬼脸扭曲，仿佛在笑。第859集，话语长生。船舱内是一条通往下方一层的楼梯，白小纯进来时已看不到了宋缺，只能看到下方楼梯尽头神算子的身影一闪而过。白小纯赶紧迈步，踏着楼梯向下小心翼翼地走去，很快的就到了尽头处，到了这鬼舟的第一层。就在他踏入这第一层的刹那，他一眼就看到了宋缺与神算子，二人此刻睁大了眼，正好奇地打量四周。白小纯看到二人没事，也松了口气，快走几步到了二人身边，目光也随之一扫，在这整个一层扫过。这第一层范围不小，可却诡异的是空旷无比，与甲板也都相差无几。在不远处还有一条通往下方的楼梯，除此之外就没了。唯独在这四周的墙壁上，竟挂着一幅环形的巨大的画。画中有天空，那天空不是蔚蓝，而是如海面般有层层波澜，若非是有云层朵朵，白小纯一时都看不出来那是天空。而最惊人的是，这巨大的画中，天空中赫然有一只巨大的手掌，这手掌太大了，占据了近乎一半的天空，
似正在从天而降，向着大地拍下。仅仅是看到画面，白小纯都觉得心神轰鸣，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威压扑面而来。这感觉极其绝望，好似那手掌之力足以灭世。大地上一片干枯，地面存在了无数裂缝，而在地面上此刻站着3个似乎惊天动地的巨人。这3个巨人神色内带着视死如归的神情，每个人都抬起一只手，似乎要去抵抗那苍穹落下的手掌。画面内只有这些，而整个一层也只有这一幅巨大的画。白小纯看不懂，宋缺与神算子也看不懂，可他2人一样，此刻心神被这画所吸引，掀起大浪。好半晌，白小纯是第一个苏醒的，他面色苍白，呼吸急促的退后几步，只觉得脑海嗡鸣不断，更是头痛欲裂，目中露出惊惧。这幅画居然有如此惊人之力，摄人心魂。白小纯吸气平复时，注意到宋缺与神算子那边，此刻身体颤抖，眼中血丝弥漫，表情挣扎中带着绝望。他立刻袖子一甩，化作一股大力落在2人身上。顿时宋缺全身一震，苏醒过来，嘴角溢出鲜血，踉跄的退后几步，目中带着骇然。一旁的神算子修为本就不如宋缺，此刻狂喷鲜血，面色苍白到了极致，都站不稳身子，整个人萎顿下来时，其恐惧感最为强烈。这是什么画？神算子急促的喘着粗气，不敢再去看第2眼。这里太诡异了，我们还是出去吧，在甲板上找找办法离开。我总觉得这里越是向下，就越是头皮发麻。白小纯打量了宋缺与神算子一眼，宋缺距离他有些距离，可神算子却不远，于是开口的同时，白小纯也缓缓靠近神算子。可就在他话语刚刚传出的瞬间，不远处的宋缺忽然身体一晃，径直奔不远处，向下通往第2层的楼梯而去，速度之快，刹那间竟到了楼梯处，猛地就踏着楼梯下去了。神算子也是一晃，竟与宋缺一样，对白小纯这里毫不理会，直奔下方楼梯。白小纯眼看如此，目中猛地一闪，右手蓦然抬起，一把抓向神算子。可就在他抓到神算子的刹那，神算子猛地回头，神色狰狞，向着白小纯发出无声的咆哮。在他咆哮的瞬间，竟在他的面孔上浮现出了一张鬼脸，这鬼脸正是青面獠牙，吼声直接就在白小纯心神内爆开。白小纯面色一变，只觉得一股大力从手中传来，刹那间神算子竟挣脱开来，直奔楼梯，消失无影。这一幕让白小纯身体震动，面色难看的同时，内心咯噔一下。他之前的话语是在试探，在甲板上他就察觉不对劲，此刻试探之下，立刻就看出神算子与宋缺明显是在神智上被这舟船操控。青面獠牙是那面旗帜，白小纯脑海里立刻就浮现出甲板上旗杆上的3面旗帜里中间的那一面。他猛然转身，正要顺着下来的楼梯回到甲板，可在回头看去的瞬间，白小纯脚步一顿，通往上面的楼梯消失了。这就让白小纯脑海嗡的一声，面色煞白的同时，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只觉得这四周越发阴森，那种感觉让他心脏咚咚的剧烈跳着，像肋骨一样。怎么办？怎么办啊？白小纯着急了，只能死死地抓住守灵人给他的令牌，将全部希望都放在上面。我可是明皇的师傅啊，这天地间的鬼魂，谁敢惹我？白小纯哭丧着脸给自己打气的同时，更是取出一团多色火，拿在手中给自己壮胆。犹豫再三，他狠狠咬牙，低吼中向着通往下层的楼梯跑去。实在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太过恐惧，且无论如何，他也没法眼睁睁地看着宋缺与神算子就这么的被控制了。该死的，早知道我一个人回逆河宗了。白小纯心底哆嗦，懊悔的同时，顺着楼梯更为小心地慢慢走下，渐渐到了尽头后，出现在了这鬼舟的第2层。在进入这第2层的瞬间，白小纯的警惕就骤然爆发，全身修为运转的瞬间，神识也刹那散开，覆盖整个第2层。但凡有丝毫变故，他都可以马上察觉，更是打定主意，绝不看壁画。可这第2层与白小纯所想的不大一样，这里没有明显的危机，且这第2层的范围比第1层还要大了一些。四周的墙壁上也没有了壁画，只有黄色的烛光将这第2层映照的有些昏暗。至于中间区域，存在了一张摇椅，这摇椅一动不动地放在那里，看起来毫不起眼。可在摇椅的前方，却是存在了2副骸骨，血肉早已消散，剩下的只是骨架。这2副骸骨彼此相对跪在那里，能看出生前是2个男性。他们一个是通体金色，一个是通体如水晶一般，虽是彼此对跪，可却依靠得很近，仿佛生前就彼此抱在一起。原本这并非恐怖，可诡异的是，这2副抱在一起的骸骨，他们的头部竟融合在了一起，显然还没有彻底融合完，而是融合了一半。可越是这样，就越是惊人，如同怪物。这就让白小纯在看到后内心震颤，倒吸口气。此刻他也看到了宋缺与神算子，发现他们2人竟都站在那2副骸骨身边，一动不动。他们难道要融合？白小纯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想到了这一点，脑海嗡的一声，
只觉得这一幕太过恐怖与诡异了。可就在他心脏急跳的瞬间，忽然的，白小纯这里猛地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他的目光瞬间就从宋缺与神算子那里移开，又一次的落在了那金色的骸骨身上。仔细一看后，他的面色前所未有的猛变起来。不死长生宫的气息，这是不死卷大成。白小纯喉结都被震得上下滚动了几下，脑海掀起滔天大浪。他绝不会看错，毕竟他也修炼了不死卷，无论是当年的血祖，还是他自己，又或者是眼前这金色的骸骨，修炼的都是不死长生宫的不死卷。如果金色骸骨是不死卷大成，那么那水晶般的骸骨，莫非是白小纯呼吸数的急促起来？目光瞬间看去时，这一次他仔细感受后，立刻就察觉到，在那水晶骸骨上存在了浓郁的生机，仿佛有长生之意。长生卷，白小纯顿时就有了明悟。他早就知道不死长生宫分为不死卷与长生卷，而他始终没有得到长生卷，修炼的都是不死卷。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看到了修炼长生卷之人的骸骨。此刻他的脑海波澜无数，雷霆滚滚，实在是这一切太突然。而白小纯更是不明白，为何这修炼了不死卷与长生卷的两个人，居然死后骨头会融合在一起。这就让他从心底产生了寒意的同时，更是发毛了。可就在他这里恐惧害怕时，忽然的那原本一动不动的摇椅，居然自行的摇晃起来，好似有一个看不到的身影正坐在那里摇来摇去。第860集，有鬼！死寂一般的鬼州第2层，此刻随着那摇椅无声无息的自行摇晃，顿时一股阴森之感就刹那间在白小纯脑海里如天雷般轰隆隆的爆发了。他只觉得浑身上下一个激灵，整个人差点尖叫起来，双眼更是猛地睁大。实在是那摇椅的摇晃太过诡异，上面明明没人，可偏偏仿佛有人坐在那里一样。甚至白小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仿佛隐隐看到有一个脸色煞白的老妪正带着森然的笑，一边看着自己，一边坐在那椅子上摇来摇去。有鬼！白小纯惨叫一声，右手猛地抬起，向着宋缺与神算子隔空一抓，顿时就将这二人抓住，身体急速后退。此刻他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宋缺与神算子已经彻底失去了神智，目中露出茫然，身体也都僵硬，被白小纯隔空抓住后也没有去反抗，任由白小纯带着他们急速后退。可就在白小纯退后想要逃出这里的瞬间，那摇椅的晃动竟猛地剧烈起来，好似有人在推动一般。而更惊人的则是那正在融合中的两副骸骨，此刻也都微微震动，其上金光与水晶之芒越发璀璨。白小纯心底哀嚎，眼看那椅子摇晃越来越剧烈，他头皮发麻，整个人速度展开到了极致，瞬间就带着宋缺与神算子出现在了通往上层的楼梯口处。将他们扔入储物袋后，他没有半点迟疑，猛地就一跃而起，顺着楼梯就要逃出此地。轰轰间，一股巨大的吸力就从白小纯四周那虚幻的城池投影中散出。白小纯眉头紧皱，他实在不想与红尘女纠缠，此刻大喝：“周子墨，你到底要干什么？还真以为我白小纯怕你不成？”白小纯吼声中，身体猛地一晃，在那红尘子墨的吸力下，他全身不断的膨胀起来，无数石头从八方飞来，刹那就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石人，正是人山诀。